欢迎来到硅基区块链实操课第9课。这一课讲整个加密世界里最朴素也最要命的一件事，那12个或者24个单词到底该怎么存？它不需要你懂技术，只需要你别做错。而做错的人，往往是在出事的那一天才知道自己做错了。学完这一课，你能做到3件事：第一，按规范抄一遍，并且校验，把抄错的概率降到接近0；第二，选对介质和存放地点，扛得住火、水、搬家和遗忘；第三，看懂分存和家人安排里的坑，不让更安全的花招最后变成更容易丢。照例说清楚，本课只讲标准和流程，不推荐任何品牌和保管机构。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判断留给你自己。先说为什么这一课必须认真听。助记词是你整个钱包的总钥匙，所有地址、所有资产都从这一串词推导出来。第7课讲冷钱包开箱，只讲了怎么把它记下来，怎么长期存好，才是这一课的正题。损失分2类，一类是被人拿走，一类是自己弄丢。被人拿走的路径，绝大多数是数字化的，拍照存进云相册，打字存进备忘录，截图发给自己，然后账号被撞库或者电脑中木马。而木马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在硬盘和同步目录里搜连续的英文单词。自己弄丢的路径更朴素，只被水泡，搬家弄丢，随手夹在书里，再也想不起来，或者干脆一场火。这里有一个数字值得记住，按火灾研究机构的实测口径，房间发生轰燃时，内部温度可以到1000摄氏度上下，而纸的燃点只有200多摄氏度，抽屉里那张纸条，火场里连灰都不好找。更要命的是，链上没有客服，也没有找回密码这个按钮，平台不会主动私信你。第2课讲过，而助记词没了，连可以求助的对象都没有。所以保管助记词只有3条底线，别人看不到，你自己找得到，意外毁不掉。动手之前，先把原理讲明白。关于助记词，这里有3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它不是密码，是种子。那串词按公开标准编码成一段随机数，再由这段随机数推导出你所有地址的私钥，所以词就等于钱，谁拿到这串词，谁就能在任何一台陌生设备上把你的资产完整复制出来，不需要你的手机和密码。第2个事实，词表是公开的，一共只有2048个词，而且标准里明确写着，每个词只要前4个字母就能唯一确定。这意味着抄写时字迹稍微潦草还有救，但顺序错了就没救，因为词的顺序本身就是信息。第3个事实，助记词自带校验位。标准规定，最后一段包含一个由前面内容算出的校验和，抄错通常会被钱包判定为无效。但请注意这句话的分寸，校验位只有几位，抄错仍有小概率蒙混过关，所以钱包认了不等于你抄对了，真正算数的是恢复演练。打个比方，助记词像一把能被无限复制的房门钥匙，复制它不用撬锁，看一眼就够了。而你要防的，既有想看它的人，也有一场把它烧掉的火。下面进入实操，5步走完。第1步，按规范抄写。原则是全程离线断网，避开摄像头，不打字，不截图，不用打印机，因为打印机也有缓存。工具用不褪色的签字笔或者圆珠笔，不要用铅笔。写法上有3条硬要求：逐词编号，一行一个词，字迹工整，把容易混的字母写清楚。抄完对着设备逐词回读一遍，确认拼写和顺序都对得上。记住，抄写的目标不是快，是0错误。第2步，校验和恢复演练。很多硬件钱包自带检查备份功能，可以把你抄的词逐个输回设备，验证与里面的一致。入口和叫法各家不同，以设备的官方帮助文档为准。比校验更硬的一招是恢复演练，用一台已经清空的设备，把你抄的这份词恢复成钱包，看看第1个收款地址是不是和原来一模一样。演练通过，这份备份才算真的成立，没演练过的备份都只是你以为的备份。第3步，选介质。纸最便宜，也最脆弱，怕水，怕火，怕霉，怕褪色。金属备份是给长期和大额准备的，把词打刻在钢片上。刚才那个温度对比在这里就用得上，只200多度就着，住宅火灾轰燃能到1000度上下，而常见不锈钢的熔点在1400度以上，所以金属能扛住绝大多数住宅火灾和水浸。介质上还有一条纪律，只刻词和编号，不刻平台名、资产名和金额，让捡到的人第一眼看不出这是什么。第4步，选地点，原则是2地2份，一份放在你日常拿得到的地方，另一份放在物理上分开的第2个地点。
关键是不要让两份同时死在同一场火、同一次入市、同一次搬家里。如果你考虑第三方保管，先看清楚条款能不能存放这类物品，谁有权开箱，你不在了以后怎么办？各家规定不同，以机构的正式条款为准。第5步，做家人安排和定期体检。写一封说明信，里面不写任何一个助记词，只写3件事：家里有这类资产，备份大概是什么形式，要找谁帮忙。说明信和助记词本体分开存放。另外，给自己定一个固定节奏，比如每年检查一次金属有没有锈，纸有没有霉，位置有没有变，家人是不是还记得。5步走完，你的助记词就从藏在某个地方变成了一套能被验证也能被继承的流程。接下来3个坑，每一个都有人栽过。第一个坑，做数字副本，拍照、截图、存网盘，发给自己，记进备忘录，打进任何一台联网设备。主流硬件、钱包厂商的官方帮助文档口径几乎一致，永远不要为备份做数字副本，甚至提醒你抄写时留意周围有没有摄像头，因为电脑和手机上就各有一个。密码管理器同样要谨慎，它本身联网同步，而助记词是总钥匙，把总钥匙放进另一把钥匙的柜子里，风险是叠加而不是抵消的。第2个坑，自己动手对半分存。把12个词从中间劈成2半，一半放公司，一半放家里，听起来很聪明，实际上错了2字。1. 任何一半丢了，全部资产就一起没了，你不是消除了单点故障，是造了2个。2. 泄露一半，也不是只丢一半，它会把破解需要的搜索空间砍掉一大截。行业里确实有正规的分割方案，也就是门槛式的秘密分享，标准里写明，拿到少于门槛数量的份额，不会泄露任何信息。比如3份里任意2份就能恢复。要分存就用设备和标准支持的方案，而且分完必须做一次恢复演练，别自己发明切法。第3个坑，只想着防贼，忘了防人不在。长期看，让资产永久消失的往往不是黑客，而是没人知道那张纸是什么，放在哪里。反过来还有个坑，把完整助记词写进遗嘱。很多地方的遗产程序会让相关文件变成可被他人查阅的记录，等于公开你的钥匙。不同司法辖区差别很大，请以当地法律和专业意见为准。稳妥的做法是，遗嘱和说明信里只写有什么、找谁、怎么找，词本身永远不出现在纸面上。新手最常问的3个问题，一次说清。第一问：12个词和24个词有区别吗？有，但可能不是你以为的那种。24个词对应更长的随机数，理论强度更高。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决定安全的是保管方式，不是词数。设备生成多少，你就原样存多少，永远不要自己删词、加词或者改顺序。第2问，要不要再加一个密码短语，也就是有人说的第25个词？标准里确实有这个可选项，加上它等于打开另一个全新的钱包。但它有2个非常锋利的边，一是忘了就永久取不回，2是输错也不会报错，错的短语会打开一个合法但空空如也的钱包，你会以为资产丢了。所以它必须和助记词分开保管，单独备份，并且同样要做恢复演练。新手先把基础备份做扎实再考虑。第3问，我怀疑助记词被人看过、被拍过，怎么办？按最坏情况处理，立刻用设备生成一份全新的助记词，把资产全部转过去，就钱包永久作废。这里没有改个密码这个选项，助记词改不了，只能整体更换。转移之前先小额试转一笔，确认新地址收得到，这个动作第7课讲过。如果怀疑设备本身被动过，就连设备一起换。最后一页总结可以截图收藏。第1条，助记词等于资产本身，谁拿到词，谁就是主人，所以保管只有3个目标，别人看不到，你自己找得到，意外毁不掉。第2条，抄写离线，逐字编号，抄完回读，并且一定要做一次恢复演练，没演练过的备份不算备份。第3条，长期和大额至少留一份金属备份，2地2份，只刻词和编号。第4条，别做数字副本，别自己发明对半分存，也别把词写进遗嘱，给家人留的是一封不含助记词的说明信。把这4条做完，你就挡住了加密世界里最大的一类永久损失。下一课我们转到看懂数据系列 ETF 资金流数据哪里看，怎么读，把那串反复刷屏的数字翻译成你真正能用的信息。这里是硅基区块链实操课，每天一集，一集讲透一件事，我们下一课见。以上就是硅基区块链实操课第9课。
最后提醒，本课内容为流程与知识讲解，仅供参考与学习，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不推荐任何平台或产品。加密资产波动巨大，请遵守你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独立判断，量力而行。硅基财经，我们明天见。